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呢，我們來聊一個真的很棘手，那又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的問題。你在路上看到一個阿公或阿嬤跌倒了，你會去扶嗎？這問題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但你可能不知道，這個簡單的動作背後的代價可能會高到讓你嚇一跳。代價是多少？答案是將近100萬台幣。你沒聽錯哦，這不是在演戲，這是個真實發生的案子。就因為扶了一個摔倒的阿嬤，結果有2位福建的國中生，他們一時的好心換來了卻是一張將近100萬的求償單啊，真的很誇張。好，那為了把這整個複雜的狀況搞清楚，我們今天的分析會分成5個步驟來走。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100萬善行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再來，我們會一起回到過去，看看這一切信任崩壞的起點，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彭宇案。第3部分，我們會來拆解法律上一個很有趣但也很矛盾的概念，我把它叫做矛與盾。然後第4，我們會用這套法律框架來看看這2位學生到底面臨什麼樣的法律攻防。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一起來想想，到底要怎麼樣才能保護我們社會裡的這份善良。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第1個重點，來看看這起發生在福建、讓人匪夷所思的100萬善行事件。我們來把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順一下。事情是發生在2025年的3月，有一位老太太騎腳踏車自己摔倒了，剛好有2位國中生經過，就停下來幫忙。聽起來很正常，對吧？但接下來的發展完全超乎想象。警察來了之後，居然出了一份叫做無接觸交通事故的報告，然後判定其中一個騎電動車的學生要負次要責任。這下好了。老太太的家屬就拿着這份報告，直接對這2個學生提告，求償超過22萬人民幣，換算成台幣就是將近100萬。而這個案子預計在2026年的2月就要開庭哦。你知道嗎？這整件事情最讓人難過的，其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對人心造成的衝擊。其中一個學生的媽媽後來轉述了孩子問她的話，那個孩子問說：“媽媽，我是不是做錯了？我以後還要不要去幫助別人？”哇，這句話真的很重。他點出了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這種事情會直接在我們下一代的價值觀裡面埋下一個懷疑的種子。這對整個社會的信任感傷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這就讓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好事不敢做，覺得扶不起的社會氛圍，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其實這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我們得把時間往回推，去看看這一切的源頭。這股大家心裡普遍的恐懼感，真的不是1天2天造成的。如果要追本溯源，那就要回到2006年在南京發生的一件案子。這件案子可以說是後來所有這些鳥事的0號病人，就是從它開始，整個病毒擴散開來的。當時承審的法官在判決書裡寫下了一句後來流傳千古，但卻非常有爭議的話。他說：“如果你不是撞倒他的人，那你為什麼要去扶他？”你聽聽看這句話，它的殺傷力在哪？就在於他不是根據證據來判斷，而是用一種他自己發明的日常經驗法則來推斷。這種邏輯有多可怕？它等於是在跟整個社會說：你做好事的這個行為本身，就讓你變成了嫌疑犯。好，我們快速把彭宇案的重點整理一下。事情很簡單，一個叫彭宇的年輕人好心去扶一個摔倒的許壽蘭老太太，結果呢，老太太反過來就告他，說就是你撞的我。更扯的是，法院最後在沒什麼證據的情況下，居然判彭宇輸了。這個判決一出來，整個社會都炸鍋了，也產生了所謂的寒蟬效應，意思就是大家嚇到不敢再做好事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扶還是不扶就變成一個超級難解的社會問題。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比較硬核的法律層面了。要真正看懂福建這個案子到底在吵什麼，我們得先搞清楚法律裡面有2個互相打架的概念。我就喜歡把它比喻成一對矛與盾。這個矛就是所謂的無接觸交通事故原則，它是一把很利的矛，就算沒碰到你，也能讓你負責。而這個盾呢，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好人法
或是見義勇為條款，它的作用很明確，就是保護那是願意伸出援手的好人。你看，一個要你負責，一個要保護你，這兩個東西的衝突，就是這類案件最核心的症結點。好，我們先來看看這把攻擊的矛，無接觸交通事故。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講白話一點就是，就算你的車子跟對方的車子完全沒有碰到，可是如果你的開車行為，比方說你突然一個大轉彎，嚇到旁邊的機車騎士，害他為了閃你而自摔，那麼你還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關鍵在於因果關係，而不是有沒有碰到。我舉一個真實的案例，你就懂了。這是一個張姓跟陳姓駕駛的案子。第一步，有一台 A 車開車開，突然違規轉彎，製造了危險。第二步，旁邊的 B 摩托車嚇到，為了不要撞上 A 車，就趕快往旁邊閃。第三步，結果 B 摩托車就因為這樣失控，自己跑去撞路邊的樹。你看，從頭到尾兩台車完全沒碰到，但最後法院怎麼判？結果是雙方各要負責一半。這就告訴我們，在法律的眼中，你製造了那個因，比你到底有沒有碰到那個果還要重要。好，看完了矛，我們來看這個防守的盾，也就是好人法。這個法律是明確寫在中國民法典第184條的。它的條文寫得很白話，就是說，如果你是出於自願去緊急救助別人，就算過程中不小心對被救的人造成了損傷，你也不用負擔民事責任。這個法條的出現，其實就是衝着彭宇案來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給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一個金鐘罩、鐵布衫，讓大家敢於伸出援手。OK， 到這裡，我們手上就有了矛跟盾這兩個分析工具了。現在，我們就帶着這兩樣武器，回到福建這兩個學生的案子，來看看這場官司的終極辯論會是什麼樣子。所以你看，問題的核心就出來了。在法官的眼裡，這兩個學生到底應該被看成是製造危險的矛，還是應該被當成是見義勇為的盾？整個案子的判決說穿了，就是看法院怎麼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取捨。如果你在聽這一部分非常關鍵，我們來仔細看看警察當時是怎麼認定責任的。他們的報告把責任切成了3塊。第一塊，主要責任是摔倒了朱老太太自己要負，為什麼？因為他騎車操作不當，沒注意路況。第二塊，次要責任給了那個王同學，理由有2個：第一，他未滿16歲，依法不能騎電動車；第二，他轉彎的時候沒有讓直行車。好，那還有第3塊，就是那台害大家閃避的白色轎車，但因為他跑掉了，找不到人，所以責任是未定。所以你看，這份報告一出來，整個衝突點就爆開了。警方的看法很明顯，他們用的是矛的邏輯。他們覺得學生違規騎車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可是大部分民眾的看法卻是從盾的角度出發，覺得學生明明是在做好事啊，在幫一個已經跌倒的人啊。所以這就引出了一個超級關鍵的法律問題：一個人如果本身有一點小小的違規，是不是就代表他做好事的時候不能受到好人法的保護了？這個資格會被取消嗎？好，聊到這邊，我們就進入最後一個也是最發人深省的部分了。因為這個案子，他看的已經不只是法律條文怎麼用了，他更是在問我們整個社會，我們到底該怎麼樣去保護那份善良。你看，擺在我們眼前的其實有2條完全不同的路，一條路我們可以叫它福建路徑。如果法院這麼看，那它代表的思維就是交通責任的劃分最重要，但這樣做的代價可能就是會懲罰到好心人，讓以後大家更不敢幫忙。而另外一條路，我把它叫做湖南路徑，這是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案例，它代表的思維是司法系統選擇優先保護善良，它要告訴整個社會，我們鼓勵你去做對的事情。我們來看看這個湖南路徑是怎麼走的。在2023年，有個姓袁的大學生，一樣是好心扶了一個跌倒的長輩，結果一樣被家屬誣告。但是這次不一樣了。第一，有監視器還了學生的清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法院的判決超給力。他不只判學生沒事，還反過來判那個誣告的家屬要賠給學生68000塊人民幣的精神損失費，而且誣告的人還被抓去關了10天。你看，這個判決就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示範。他告訴我們，
司法不只是要保護好人，更要讓那些想佔便宜的壞人付出他們應得的代價。所以說啊，回到福建這個案子，他接下來的判決結果真的不只是一個法律判決而已，它會變成一個指標，一個判例，會成為未來其他法官參考的對象，也會成為整個社會討論的焦點。這個判決啊，可以說會像一個路標一樣，決定了我們這個社會未來要往哪個方向走。所以最後，我也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一起想一想：法律的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它只是一個用來計算誰該賠誰多少錢的工具嗎？還是說，在這些冰冷的條文背後，它其實肩負着一個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去守護我們人性中那份最珍貴的善良。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一個國中生做好事卻反被求償100萬的震撼案件開始，一路追溯到當年那個動搖整個社會信任的彭宇案。接着，我們拆解了法律上無接觸事故這把攻擊的矛跟好人法正面防守的盾之間的衝突，而這兩者的拉扯，最終將決定福建這個案子的判決，也將決定我們的社會是會變得更冷漠，還是能保有那份溫暖。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